你心中有什么不敢告诉别人的黑暗面吗？像是别人不小心讲错话的时候，会在心里面偷偷嘲笑对方，或是在工作上面遇到很雷的人呢，就恨不得他可以马上消失在世界上。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暗黑三角人格特质吧。嗨喽，大家好，我是志奇。小时候的童话故事通常有很明显的好人跟坏人，但是到长大了之后才会发现，很多故事里面的坏人其实有好的一面，而好人呢也会有黑暗的一面。像是电影《黑暗骑士》里面，对于犯罪绝不妥协的检察官哈维·丹特，因为中了小丑的计，失去了亲爱的未婚妻，自己的半边脸也被完全的烧毁。这样的创伤呢，让他对于公平正义的信念完全被粉碎，也从此黑化成一心只有复仇、想要报复社会的双面人反派。原本打击犯罪的人，最后却自己堕落成了罪犯，那会不会我们一般人的内心里面，其实也像这样子都隐藏着邪恶的种子呢？确实有心理学家指出，我们的人性都有一些黑暗的部分，他们呢把它称为是暗黑三角人格特质。这特质包含了什么？有这样特质的人会很危险吗？那如果身边的人或自己有这样的特质，又该怎么办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正在寻找工作机会吗？那就不要错过接下来的招募资讯了。除了经营志奇机器频道，我们简讯设计还横跨了动画制作、网站设计、社群行销、线上课程、幼教绘本等多项领域。团队当中更有许多厉害的专业工作者。现在我们想要招募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团队，一起前进。这边也分享一下我们公司正职同事们普遍都很喜欢的3大福利制度。第一，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五，大家一起放福利假。第二，可以弹性的选择居家远距办公，让你省去大量的通勤时间。第三，你可以自己调整上下班的时间点，打造最舒适的工作节奏。那除了正职职缺我们也还有各种兼职接案的工作机会哦。如果你有兴趣，那就赶快到资讯栏点击链接，看看详细的职缺内容吧。在2002年呢，心理学家保胡斯跟威廉斯透过研究发现，人格当中呢有3种黑暗面的特质经常一起出现，也就是自恋、马基维利主义跟心理病态，而他们合在一起就叫做暗黑三角人格特质。其中自恋的特质是指呢，一个人会比较自我中心，经常夸大自己的能力跟优点，寻求别人的崇拜，但同时呢又会贬低身边的人来满足自己的优越感。而马基维利主义是那些为达目的呢可以不择手段的人，这些人通常呢把自己的利益摆在优先，可以毫不留情的把别人当作棋子利用跟操控他们。第3种心理变态的特质是说一个人没有同理心，也没有责任感，会很冷血跟冲动，做出一些违反道德跟社会规范的事。值得注意的是呢，这边描述的都是人格特质，而不是人格障碍症的范畴。也就是说，有这些特质的人呢，虽然会有类似自恋型人格障碍或是反社会人格障碍的行为模式，但情况没有严重到符合诊断标准。一般人会有这些暗黑特质呢，其实都是很正常的。不过每个人暗黑的程度可能都不一样，这个时候就可以透过一些心理测验来做评估。要准确了解自己的人格特质，一般呢是需要专业人员进行正式的心理测验跟判断的。不过，为了帮助一般人快速的做简单的自我评估，心理学家乔纳森呢，还有韦伯斯特开发一款简易版的暗黑人格特质量表，叫做 Dirty Dozen。那这个测验呢，总共有12题题目会包含了一个人的行为模式跟心理状态。举例来说，其中一个题目呢是说，我曾经用欺骗的手段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回答的时候呢，可以依据这个描述符合自己的程度，从1非常不同意到7非常同意来填写。目前网络上面呢有很多中文版本题目，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找来看一看。那根据研究统计一般人在这12题的总和分数呢，通常会介于33到39分之间，超过45分的话呢，可能就是有比较明显的暗黑特质。不过也有专家提醒，这种自评量表的一大缺点是呢，作答者可能会因为爱面子或是对于自我的了解不够，而没有办法测出一个人真实的状况。这个时候可能呢可以试着询问自己身边的人，因为暗黑特质者特别的行事风格通常对于周遭的人来说非常明显，甚至可能会带来一些困扰。暗黑三角特质比较明显的人呢，可能在青少年的时期就会出现一些反社会甚至是犯罪的行为，例如像是药物滥用、霸凌或骚扰人。
在亲密关系方面呢，如果伴侣双方都有类似的暗黑特质，可能还会因为呢可以互相的理解，能够相安无事。但如果只有其中一方有这样的状况，情况可能就不同了。刚开始暗黑的人呢，可能还被认为是完美的伴侣，因为他们呢通常对外会表现得充满自信跟热情，有明确的目标，也充满冲劲。但是，一旦他们在关系当中寻求的，不管是性或是短暂亲密感的目的达成了，可能又会毫不留情的把另外一半丢到一边，转头去寻找下一个目标。也就是说呢，这些人通常想要的是不用付出承诺的短期关系，也不会太在乎道德或是人情世故。类似的状况呢，可能也会出现在职场上。暗黑三角特质的同事，可能不太呢会想要替别人着想，甚至会为了自私的目的，在背后散布谣言或明目张胆的说谎。而且，如果是公司的主管有马基维利主义或是心理病态的特质，他的下属通常会很痛苦，需要呢经常的面对主管的高压跟专制。不过，暗黑特质也不全都那么的糟糕，因为有研究发现一个团队呢如果有自恋特质的主管带领，通常能够达成更好的工作表现。而且不只是这样子对于某些人来说呢，暗黑特质的人其实还比一般人还更有魅力。2013年，有一个心理学的研究，找来了128位的女性受试者，并且给他们一些男性特质的描述，请他们评分自己被这些特质吸引的程度有多高。结果发现跟暗黑三角特质有关的描述得到的分数显著的高于其他非暗黑的特质。那针对这样的现象，有学者就用演化的观点解释，因为在远古那个比较需要逞凶斗狠才能够存活的时代，女性的择偶标准呢可能会偏向那些敢冲敢斗、看起来强壮有威力的男性，以确保自己跟后代的生存几率。而另外一方面呢，确实有些人就是偏好短期的激情，多于长期的承诺，所以跟暗黑特质的人在一起，正好可以一起专注在当下的享乐。但如果你不是这样子的人而且生活圈里面又有避不开的暗黑特质者，要怎么样跟他们相处呢？就像建议跟暗黑特质的人相处，要建立明确的人际界限，让对方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够做。例如说，如果有同事经常把工作丢给你，又骗主管说全部都是他自己完成的，那下一次对方在丢工作时呢，就可以明确的表示自己可以以合作的名义参与，但是呢，绝对不会是做白工。另外，如果是自己的伴侣或者是亲近的人有暗黑特质，则更需要注意自己的情绪跟行为是不是在无意之间被对方绑架了。因为有的时候有暗黑特质的人会用 PUA 或是煤气灯效应等等的心理操控的方式控制身边的人，而这些心理操控的具体内容可以参考我们之前做的2个相关影片。那这些被控制的人呢，如果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也没有其他倾听跟求助的对象，可能呢很容易就会陷入身心状况越来越差，但又无法脱身的困境。所以有自己的社交圈呢，跟可以倾听的朋友，同时不要对暗黑特质的人说的话、做的事照单全收，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但其实专家也说，不同人呢暗黑的程度可能也有所差异，所以也不是每个人都那么的可怕，会欺骗跟操控别人。毕竟换个角度想，如果我们自己就有暗黑特质，也不会希望被当成是恶魔一样来看待。不过如果真的很害怕自己的黑暗面会无意之间伤害到别人，有办法做些什么来改变吗？一个人的个性感觉上是天生决定的，但其实透过后天的努力还是可以做出一些改变。心理学教授哈德森在一个2023年的研究就发现虽然大部分有暗黑特质的人都不太会想要改变自己，但少数有心要改变的人呢，透过持续做一些为他人着想的事情，例如捐款跟称赞别人，就可以渐渐的学会让自己把焦点从自己的利益转移到他人跟社会的利益上。久而久之也会减少一些只顾自己的暗黑行为。不过还是要提醒的是，改变自己这件事情呢，一定没有听起来那么容易，甚至在过程当中可能也会产生很多的自我怀疑跟挫折的情绪。所以如果真的很为自己或别人的某些暗黑特质感到困扰，还是建议可以寻求心理咨商的专业协助。一开始看到暗黑三角特质的描述，像是没有同理心还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会觉得这听起来根本就是犯罪分子会有的特征吧。但后来自己去做这个暗黑特质量表，才发现其实某部分的特质也跟自己蛮像的。尤其是看到像愤世嫉俗或者是会对别人冷漠麻木的这些描述的时候呢，反而是觉得应该大多数人多少都有过这种比较黑暗的时期。那就像我们自己在低潮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世界干脆毁灭算了的极端负面想法。所以也可以想象，如果有人被现实的残酷逼到了极限，可能真的会把武装自己当做一个生存的策略。
就像电影小丑啊，或者时尚恶女库伊拉里面演的那样子，邪恶的反派呢，曾经也只是努力挣扎的平凡人。还有开头提到的电影《暗黑骑士》里面的检察官哈维·丹特，如果没有被小丑夺走一切，可能也不会变成只愿意相信几率、用掷硬币的方式随意决定别人生死的反派。那当然，这样伤害别人的犯罪行为呢，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都是错的。而且现实里面暗黑特质的人会做出一些让别人困扰的事情，也不一定都那么的情有可原。不过我们觉得，不管黑暗面的来源是什么，学着接纳各个面向自己，可能反而是更重要的。另外呢，也正是因为我们难免会有黑暗跟低潮，所以身边有没有社会支持的陪伴，同样也很重要。所以大家平常也不妨呢多关心身边的朋友、家人或者同事，或许你的一个无心的问候，就可以把他呢从黑化的边缘拉回来，成为拯救世界的英雄哦。最后呢，也想来问问大家，你曾经被反派角色的故事打动过吗？有，我觉得反派故事里面描述的黑暗面呢，反而更接近现实跟人性。有，我觉得像反派那样子呢，忠于自我不受世俗的价值影响的才是最帅的。没有，我没有办法认同那些因为遭受打击就选择邪恶的人。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暗黑三角人格特质。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反社会人格障碍以及 PUA 到底是什么。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祝大家龙心大喜！新年迎新机最高值2000元，多点财神器送 Honey Point18000点，好运人人有，上网量加码送哦！走春最 lucky， 国际漫游畅享天天价，中华有心，龙心大喜，龙心为了力，永远走在最前面。中华电信。